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针对这一颗原生种的兰花，原生种的蝴蝶兰 Pulchra 来进行换盆。虽然它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气根，我也很喜欢看，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换盆对它来说应该是相当需要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换盆的步骤，以及这颗兰花它当时的一个情况，还有后面换完盆之后的景象吧。这颗兰花其实去年就跟大家谈过，那这一次我好像今年2019年在这个频道里面还是有跟大家介绍过它，因为这颗兰花呢，它其实在它的花梗上面呢有长了一个兰花宝宝，叫做高芽，那英文叫做 Keiki。你等一下照片就影片里面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兰花宝宝的样子。那当时呢在做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说这颗兰花我应该会对它进行换盆，原因是因为呢我在杯内介质中呢，我发现有一些兰花的根系已经快死，再加上呢它这么多的气根，我觉得为了节省空间还有容易我对它挪动还有养护，我决定呢对它进行换盆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只是想要看它的气根。因为毕竟呢养兰花其实是要最终希望它们能够开花，所以呢在各方面条件的考虑之下，我觉得省空间之外呢，对兰花本身它的一个生长状况，我相信换盆对它来说会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呢在我这边呢夏天结尾的部分呢，我对它进行了换盆的动作。换盆的时机一般来说春夏是最适合的，秋天的话也还可以，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温度较高，但是冬天的话呢，除非不得已，否则的话呢尽量等到春天之后再进行换盆会比较好。那这个呢就是取出来之后它的一个样子，就如我所预料的其实有一些根系呢还 OK， 那有一些根系其实它早就已经坏死了，基本上呢大概2/3的根系都已经再见，所以呢这次的换盆其实是相当的必要。所以呢接下来的第一个步骤，我取出来之后呢，就是拿到水龙头下面，然后给它来一个淋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先让这些气根有一段时间因为接触到水而开始慢慢的软化，这是之前跟大家已经介绍过的一个步骤，让这些气根先接触水先软化，甚至有些人你如果比较有耐心的话，有时间你也可以就是用泡的方式把它放到更大的容器里面泡个1个小时，让它真正软化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慢慢的进行下一步。那冲完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修剪它不必要坏死的这些组织根系。好，那用的呢是这把剪刀，这边就要注意啦，在剪之前呢，我们需要干嘛呢？对这把剪刀进行消毒，你可以喷双氧水，你可以喷酒精，你甚至可以拿到火上面去稍微烤一烤，这样都有办法来消毒，这样子就能够帮助你避免之前剪过兰花它如果有带着一些病菌等等，你可以就是避免交叉感染。修剪完之后呢，一般来说我还是会稍微用自己的手指头再捏一捏这些颜色比较深的根系，在盆里面的根系，来确认它是不是都已经就是还是可以用。
当时啊，我在修剪的过程中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是呢，右上方啊这边的这2条根系其实还是健康的，但我看错了，所以就把它剪下来了。不过还好，这颗兰花呢，它根系很多，所以我不担心。那这边用的这个杯子呢，是之前介质拌水根使用过的杯子，你猜猜看，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它种回去呢？这么长，这么多的气根。其实呢可以，因为它已经经过泡水软化之后呢，我就慢慢的随着杯子的这样的圆形的这个圆周呢，慢慢的转它所以慢慢的呢，我是有办法把这些兰花的气根呢都小心的透过顺时钟或逆时钟的方向，慢慢的把它们放进去杯子里面。这边的重点就是它的气根一定要先经过水湿润之后，它才会比较软化，否则的话呢，你很容易就会折到这个气根。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已经种回去它这个新的介质、新的杯子里面的一个样子。那我在这过程中呢，非常小心的，就是那个长长的这个铁丝呢。支架我没有挪动它，那2个夹子我也没有挪动，但我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兰花的这个气根压进去这个新的盆子里之外呢，我在加介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小心的慢慢的加。那因为根系很多在杯子里面，那因为上一次呢我觉得我小颗的这个石头放的太多，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我还更刻意的增加了比较大颗的这个发泡炼石，然后呢，所以这颗大概它的比例来说，应该是大颗的大概是2左右，那小颗的就是2比1这样的比例，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质料放进去，介质放进去，然后尽量放的大颗小颗，尽量让它均匀一点。这颗它就现在，你虽然说它杯子旁边有2个洞，但是这颗我底部也钻了4个洞。4个5个洞，所以呢，这颗从本身原来的介质拌水根呢，现在变成是无机介质的传统种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水我可以泡它，但是呢，沥干的时候它会完全从杯子的底部全部流掉。不过呢，因为这一颗之前介质拌水根它也长得还算可以，所以呢，因为它杯子底部有洞，那我知道以前介质拌水根我每次给它大概都是1/4杯左右呢，它蓄水池的部分大概就可以有大概50%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要的话，我还是可以使用内外杯交叠的方式。那因为杯子下面有洞，所以我其实我也可以再就是把它变回去介质拌水根，但是我如果需要这颗兰花介质干一点的时候呢，比如说可能冬天天气比较冷，或者是我这边的这个通风或是湿度等等的原因，我需要调整，我可以不要有内外杯交叠，或是在就是不要它下面有积水。那如果要的话呢，我也可以所以这个是这一颗兰花这上面这一次我做的调整，就不是说一定每一次都是介质拌水根，我可以有多余的方式。那这边呢，你看到的这张图，这个是我在种完之后呢马上就把内外杯交叠，然后让它泡水。一般来说我都是会等个几天，甚至有时候1个星期我才会开始给它浇水。但是这一颗呢，我那个时候看，我觉得它的这些气根呢已经很干了，很需要水了，所以我不想要再等1个星期。所以这次破例在换完盆之后，马上就让它进行泡水的动作。那泡完水的隔天呢，其实它就已经呈现非常非常干的状况了。因为呢，虽然说杯子里面还是有水分，但是呢，因为它杯子底部有洞，所以呢，它的这个水分其实流失的相当的快。那当时母猪跟这个高芽呢，都有在冒新根系的迹象。那我这一次做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杯底我有时候会加1颗这个石头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增加杯子的高度，进而能够增加它孔洞
空气流通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这颗兰花能够更快达到我要的干湿循环。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